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删除资料，不过基本的删除资料其实相对的单纯，所以在这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调整的地方。那所以说这一章我们就大概来解说一下这个范本产生的这个删除的程式，大概整个流程是怎样，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那删除的话，我们这边按下这个删除，其实它不会马上删除，它是进来一个删除的 check 页面，所以在删除这边它一样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一个，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真正删除的动作时的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它跟这个捞出一笔资料的这个程式码片段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编辑的片段。那编辑我们也是要捞出一笔资料，不过这已经经过我们修改过了。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不修改了，毕竟有时候删除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再秀出它的一些基本 data， 我们可能就是看一看，然后就直接删除这一笔，就是有可能在列表这边按下去删除就删除了，不太会有这种check 的页面。那它这个 check 页面其实整个流程也是很简单的，一开始就判断说 ID 有没有给 ID， 那如果没有给 ID 的话就跳到找不到页面，那有给的话我们就去捞出这一笔 news ID 等于这个 ID 的资料。那这个 ID 哪里来呢？就是在这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对应路由的这边，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路由这边有设定第三个网址就是 ID 的这个位置，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取到 ID。那接着的话就去资料库比对这一笔新闻的 ID， 找出这一笔。那这一个东西就是捞出第一笔资料。那通常如果是主 key 的话，应该只有一笔。那这个 first 你也可以下这个。那这个跟 first 有哪个不一样呢？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是下这个single，那应该有解释过了。那用 first 的好处是就算你今天不幸捞出两笔的话不会有错误。那用 single 的话，如果你不幸捞出两笔的话，那这里程式就会跳掉。那这边范本的话，它是用 first， 就是捞出这一堆资料的第一笔。但是我们如果用主 key 的话，应该只会有一笔。那这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捞不出资料，这个 news 就会空，所以它接下来就会判断说这个 news如果是空的话，我们就找不到资料。那如果又通过的话，就回传这一个 news， 然后接着就到我们的这一个删除的页面，把我们的资料都秀出来给你看一遍之后，你确定是否要删除，按下这个删除的按钮，删除按钮就在这边delete 然后送出去之后，就会进到第二个删除的方选。那这边之前有讲过了，因为这边名字 delete 已经被它用掉了，所以我们这边方法的名称就要改一下。但是我们又想要在网址是下 post 这样子的网址，那所以说我们这边要再加一个 hname delete， 这样子我们网址两个就可以维持是一致的不用说网址就下成这样子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开心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hname 把它网址，虽然方法名字叫这样子，但是我们把它再修正回来让我们的网址可以跟 get 的网址是一致的。好，那接着我们就进来看看删除的这个动作里面在做什么事。那第一个这个语法就是一样找出一笔，其实这两个的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这边如果想要写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基本上在这种内扣里面，它有很多种提供的这个函式提供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一样，而且都是可以运作的。那但是每个结果有每个它的用处。那其实在这里的话，你想要用 first 用这个 find 用这个 single 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是在其他写作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才会需要用到个别不同的情境。那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三种写法都是可以的。那一样他这边就判断说你看这边的用法也是，如果捞不到东西的话，这个 news 是会是空的就跟这里一样。所以他第一个就判断说，如果这一个 news 不是空的话，为什么不是空的？不是空的我再进行删除，空的话我就根本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删除。所以我这边就是先判断说，如果捞出来的东西是捞出东西有东西的话，我就把捞出的东西这一笔
给删掉。那删掉的话就是 news remove， 然后捞出的东西。那最后就是除个档之后，那这一条是什么呢？返回列表返回列表。那我们就来删一次比如说我这边删掉了它删掉的话，直接连个确认都没有，直接就删除了。然后有没有看到刚刚的那一笔已经消失了？我们再删这一笔，好，这边就只剩下测试的资料都被删掉了。好，那基本上删除的东西就是基本删除啦，就是这么简单。那也没有特别需要去修改的地方。那所以说今天这一个删除资料影片就有点水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